各位新年好，这是2025年的第一个视频。本来以为开年第一个视频要做新手吐槽的，结果没想到官方晚了一周更新不说，他这次也没像沙西那样空降一整条进化线就只补了一个救济体。只有一个新手我就不太好做视频了，所以这一个新手呢，可能会跟之后的那些新手一起吐槽。比如说2月初小说最后一次更新，这还有个角色提都没提呢，他那儿估计还是有一点新手的吧。然后皇后金希兽的那个完全体和究极体，快的话可能也在2月份。所以这次这个新手呢，估计就跟他们一起更新了。要是有人很急着想知道我对这个新手有什么感想，大概就是低眉低味儿，姑且先给个6分吧。当然正式吐槽的时候说不定还是会改的。那既然现在暂时还做不了新手吐槽，看在现在是2025刚开年还没多久的份上，姑且来做一个迪吉蒙的2025展望吧。事先声明我没有任何认识的业内或者什么舅舅在万代或者东映，下面说这些就全凭我的个人经验和直觉，大家就姑且图一乐吧。然后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我个人感觉2025年对迪吉蒙来说可能是一个小年。为啥这么说呢？这都要感谢 DTCG 已经把他们10月份之前，也就是他们2025财年的上半年要卖什么东西全都已经公开出来了。然后你一看他们卖什么呢？4月份卖动画全系列，6月份卖原主情怀，7月份卖网真，9月份卖反派，这不全都是情怀老本吗？那这说明啥呢？第一， Liberator 妥妥是1年完结了。本来我看他们4月份卖的产品上边打的 logo 里边还画着小绿鸟，然后4月份卖的卡套也还有 Liberator 的角色。我看他们卖的这么如火如荼的，我当时还在想说是不是他们还会再续几个月，结果这儿一看新的补充包都毫无 Liberator 痕迹了。那我去年的预感确实就是准的， Liberator 又是一个狗1年就完事儿的企划。好，一方面这说明 Liberator 肯定是要完结了，另一方面就说明2025年也没有一个和 Liberator 同级别的作品可以接档 Liberator。 但你说迪吉蒙2025年会不会有一个新作，里边会有一些新色，这个还是有可能的。你像前年的 Seekers 还是有小狼还有新的地垒团那些新色嘛，但这些新色也没上补充包的封面嘛，也没专门出一个 Seekers 主题的补充包嘛，它都是把 Seekers 相关的卡直接塞在每弹补充包里的。不然你说迪吉蒙2025年的新色要出在哪里呢？当然也不排除它就直接出在 DTCG 里了。其实你像黑地战这些不也算是 DTCG 里出道的新手吗？他们现行的正式设定还是在 DTCG 这儿确定下来的嘛。所以最坏的情况呢， DTCG 也可以直接出新色，那2025年就有可能迪吉蒙连一个能带新手玩的新作都没有。我来分别讲一下有新作和没新作分别有哪些迹象这里的新作就指那种可以带新手一起玩的新作下面就不特别强调了。好，为什么有可能有新作呢？原因也挺简单的，他们去年不是举行了小说大赛吗？那按理说这些小说大赛得奖的人就是新的迪吉蒙打工人，按理说他们就该像现在正在搞的那个漫画连载一样，到今年就该拿成果出来了。那为什么有可能2025年没有新作呢？原因还是在 DTCG 这儿。你看他们4月份卖的这波卡套里边，看板兽都还是小狼和小绿鸟。你要知道 Seekers 和 Liberator 出的那年，主角兽和新兽都是进了年出的那波卡套的，但是2025年出的这波卡套里面毫无新兽痕迹。那我真的要怀疑2025年是不是压根就没有这样一个新作。好，现在正方的迹象和反方的迹象都有了，如果把这两种迹象结合一下，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我的结论就是2025年有一半的可能性有新作，但这个新作的规模可能连 Seekers 都不如，毕竟你看它连看板兽都提供不了。所以我就合理猜测一下2025年的这个新作，它的形式8成是小说，而且这个小说还不像 Seekers 那样还给你带一点真人加 CG 的 PV， 今年这个小说可能就连 PV 都没有，就是纯文本小说。至于这个纯文本小说的内容，我觉得还是有4成的可能性是一个又狗1年的全新作，它里边可能还是有一些新色的，但因为是纯文本小说嘛，可能官方也懒得好好宣传，所以说也就没有一个看板色。好，还有4成的可能性是这个新的小说就跟现在正在搞的这个漫画连载一样，
它就是一些官方同人，里边不带新手的，就是写出来给大家图一乐的。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挺大，至少跟前面那种可能性是持平的。还有2层的可能性是啥呢？就是 Seekers 或者 Liberator 的直接续作，主角都不带变的，所以看板兽就还是小狼或者小绿鸟了。但这种可能性我个人感觉不算特别高。一方面是你看补充包都知道这个 Liberator 大概率1年都完结了，所以这儿怎么会有 Liberator 的直接续作呢？那如果是 Seekers 的直接续作，那就更奇怪了，毕竟这都隔了1年了呀，你干嘛隔1年来续呢？我说这话的时候，这个月的 V-Jump 还没出，后来这个月的 V-Jump 出了，上边说之后还会有 Seekers 的新漫画。实话说，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我跟六一老师也不熟，也不知道内幕，所以也不知道他这个意思是说许月林那个外传之后，英式和小狼他们要出场吗？还是说要给他们新开一个外传？但无论如何，只要它里面没有新手，我就把它算作官方同人，和我现在讨论的星座也没有关系。但是有一种可能性我觉得还是成立的，就是大家都看得出来 Seekers 和 Liberator 很有可能是处于同一个世界观下的，就是和尚在25周年本里面搞出来的那个新的世界观。所以这个 Seekers 或者 Liberator 的直接续作很有可能实质上是 Seekers 和 Liberator 的直接续作，它可能是这个世界观时间线更远的一个延续。有可能小狼和小绿鸟还在，但是人换了，这样一来搞一个新作，但是看板兽又不变，这就成立了。说到这个人换了，我甚至有一种妄想，也不好说它成立的可能性有几分。这个妄想就是这个纯文本小说也许不是纯粹的小说，而是一个参与型的企划，就类似于戴哥在交那边会搞的一些企划，就是用户参与，然后阵营对抗，最后那个所谓的小说，不如说它是个战报可能更贴切一点，就是这种形式的企划。然后小狼和小绿鸟可能就是阵营的代表之类的，这样看板兽就不变了，但人就是你我用户了，就不是英式还有赵人他们了。反正真要搞这种参与型的企划，那也是该万代头疼的事儿，也不是我来想。我就只是觉得底基梦的新作有可能是这种形式。为啥觉得有可能是这种形式呢？因为我感觉现在的底基梦一直在新作上边省钱。你看Liberator现在感觉活的还是可以，但还是1连攒的，可能万代还是觉得又搞小说又搞条漫太费钱了吧。但这种参与式的企划就比较省钱啊。你看他交那边开展活动的平台都不是他自己的，他一般都是依托于现成的平台，比如说像推啊这种，就这方面他是不需要额外花钱的，他就只需要出一个写手，把世界观想好，然后定期写写战报就完了。这比写小说需要写的字数都又少了太多了，对万代来说可能相对比较省钱吧。再加上他们交那边是搞过类似的企划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形式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底基梦这边的策划给我的感觉好像也没有那么灵光，所以说这个可能性我觉得也不高，就把它含在这个 Seekers 和 Liberator 的直接续作里边吧。毕竟共同特点是看板兽还是小狼和小绿鸟他们嘛。既然说到这个参与式的企划是我的一种妄想，其实我之前还有另一种妄想，就是这5月份漫画连载不是结束了嘛，然后小说比赛得奖的人不还等着干活嘛，所以我甚至还妄想过他们会不会等着这个官方同人漫画完结之后，让这些小说获奖的人来出剧本，然后让那些漫画作者来画，这样两联手搞一个新的漫画连载。但是我现在觉得这种可能性基本已经没有了，因为你想他们要是肯把两边的人才都放到一个作品上去，那这个作品得多重磅啊，这样重磅的一个作品怎么可能连一个看板兽都没有呢？所以我觉得这种两联手搞新漫画连载的可能性已经近乎为零了，但还是姑且说在这儿吧，毕竟底基梦还是要做的嘛。好了，以上全部这些代表的是最近2年这种会在官网上开展的新作。然后底基梦的新作还有可能是什么形式呢？首先我觉得还是不能忘本，底基梦的本还是卖电子机，那我们就来说一下电子机这块。我去年底基梦空的时候就说了，说他们卖电子机就是原主超龙，然后动画前4部轮一圈，这样一个5年就过去了，他们就可以从原主开始再卖5年了。所以今年该轮到啥了呢？那大概率就是第3的采集了。我觉得这个存在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至少是60%以上。那除了第3采集，他们还有可能卖点啥？那看在他们 DTCG 6月份都要卖原主情怀的份上，虽然今年不是原主的任何周年，
但我觉得搞不好他们又要回去怎么卖原主，哪怕只是换个壳子就又拿出来卖一遍呢，或者把什么20周年版的阵营给做成采集呢。这些都不好说，毕竟他们最喜欢卖原主这个壳子了。说到这个原主壳子，他们去年不是拿原主壳子跟好些 IP 联动吗？这哥斯拉联动的都还没下文呢，等他有下文开始卖的时候，应该也已经进他们2025财联了，就是4月份之后了。那除了哥斯拉这个联动之外，今年他们还有没有可能搞别的联动呢？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毕竟去年怪物猎人那个联动卖那么好，应该是尝到甜头了。他们今年如果要联动的话，搞不好会去找一点那种今年是整10周年或者整5周年的，调性看起来姑且还算和底基梦合得上的，体量又还比较大的 IP。 毕竟我觉得底基梦他们搞联动就是为了多卖一点嘛，他应该没有余力去救那种自己都半死不活的 IP。 所以这些整10或者整5周年的 IP， 哪些跟底基梦这个进化的玩法合得上，这个就交由大家判断吧，毕竟这些 IP 我也不是全部都很熟。好了，除了卖第3采集和原主壳子的各种东西，我说实话今年可能不太会卖别的电子机了，像大家想要的什么超超龙采集之类的，我觉得他们是不会做的，毕竟还是有现成生产线的那几个壳子卖起来成本低嘛，他们怎么可能去新开一个生产线呢？反正我觉得这种希望微乎其微，但还是放在这儿做做底基梦吧。好了，官网作品还有电子机都说过了，那底基梦还能是什么题材的呢？那就得说动画了。动画这儿一方面今年是02的25周年，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借着这个由头官宣 02TB 的续作。再就是虽然我一开始说今年可能是底基梦的小年，但有一点我觉得还不好排除，就是这儿你看 DTCG 不是10月份之前都在吃老本吗？那10月份之后呢？有没有可能大的都在10月份之后呢？万代这边我倒是觉得不太可能，因为看他们最近几年他们的企划都是新财年开年的时候就开始的，新财年都过了一半了才来开新企划，我感觉不太符合他们的经营习惯。但是东映那边不好说呀，毕竟之前 DGG 都是10月份呢，他们有没有可能在10月份开一个新的底基梦 TV 动画呢？如果能有这个的话，那今年还能算一个底基梦大年呢。当然我没有关心正在播的那个逃走中到底播的咋样了，到底还准备拍多少集，但是我觉得10月新番底基梦这个梦还是可以稍微做一下的。甚至于你一看当年阿普蒙也是10月新番今年阿普蒙又通过卖卡复活了，要是卖得好的话，指不定是有可能看到10月新番阿普蒙的呢。这种阿普蒙也可以做一做吧。动画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了。那除了官网作品、电子机、动画还有什么呢？总不能我们来说底基梦的游戏吧。奥神物语我说实话今年很可能还是没有风声，毕竟大家都知道底基梦的游戏开发一直很混乱。奥神物语真的开始开发，最早也只能是23年初 Next Order 的移植版做完了，而且羽生把团队给移交了之后，最早也是这个时候才开始开发奥神物语。那从23年初到现在也就才2年多，你们觉得底基梦能找到的游戏开发团队能在2年多把一个游戏做得七七八八能拿出来宣传吗？我说实话感觉有点悬，但是也不排除他们找到一个特别靠谱的开发团队，满打满算3年能开发出来的话，那从今年开始确实可以宣传了，今年再开发最后1年，明年拿出来卖。能让我有一丁点这种念头的，还是因为7月份他们要卖网真。虽然我直觉上觉得他们卖网真大概率还是因为卖无可卖了，只能把网真这个情怀也掏出来了，但还是不排除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性是他们卖网真的时候顺带把奥神物语的东西也拿出来预热一下了。但这真就是做底基梦，我觉得跟超超龙采集一样，可能性低于1成。好游戏就这样了，除了这些底基梦1年之内还能有些什么呢？那就是卖各种东西了，各种小谷子那是肯定要卖的，毕竟今年还是0225周年嘛，这个的小谷子是肯定有的。另外几部动画的小谷子时不时可能也会冒出来。万代这边除了卖电子机之外，也有可能要卖胶。去年底基梦控上边不是公开了那个蝶龙的 FRSA 吗？
今年指不定也会在底极梦控上面公开一个吧。F2SA 能出的东西还是挺多的，第4部动画基本上个个都能出，黄期基本上也是个个都能出，动画后几部也还有一堆东西可以出呢。当然也指不定他们整到半天还是一转回去大冒险，比如整个什么狼人加露露射手形态之类的。总之我觉得今年可能还是有那么一个 F2SA 的，至于轮到哪个幸运儿就不知道了。然后就是前边搞了2年的那个一番赏魂毫事项，不知道今年还会不会继续，但就算继续我觉得搞不好还是前3部里边的角色了。毕竟你看他们卖了2年，从手办到小谷子全都是前3部动画的，那你看小谷子画的饼里面还有哪些兽没有出雕像呢？那奥啊、蝶龙啊、地赞啊、别西伯啊，还有真红莲啊，甚至天使天女，指不定都轮得到呢。你看饼还有这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红毫事项说不定还能再续1年，但是出什么兽可能就在这些里边选了。好了，到这儿我感觉把底极梦1年能涉及到的东西差不多都说完了。这么一看，有没有觉得今年能做的底极梦还挺多的？但虽然我设想了这么多种情况，绝大多数我觉得可能性还是很低的。原因还是一开始说的，今年前半财连卖卡都只能卖情怀了，那今年的情况真的不容乐观。不容乐观其实还有另一个佐证，就是今年的底极梦控，它开的时间是3月20号中午12点，3月20号是星期四，是一个工作日。那你说底极梦控为什么要选在一个工作日的中午来开呢？那我只能认为是今年的底极梦控整不出什么活儿来，要么是活儿太无聊，即使大家工作日的中午错过了也没有关系，要么就是整的活儿很少，整个底极梦控的时长很短，在一个午休之内就搞定了。所以今年底极梦控的时长说不定会缩减到1到2个小时，这倒好了，我们不用坐牢了。但也就意味着今年的底极梦控上面没什么料，也就意味着今年的底极梦也没什么料了。好啦，底极梦的2025年我能想到的基本上就这样了。除此之外，如果还有什么我没想到的，一种可能性是万代又想开什么新的生产线了。大家都知道像打牌啊、手环啊，还有一些胶啊，都是先拿底极梦试水，试了卖得好才推广到万代的别的 IP。 但今年吧，万代才开始卖高达打牌，感觉他们这个打牌业务好像还在上升期，至少也是稳定期。这种时候总觉得万代不像是想要开新产品线的样子，当然这个也不好说，所以这一块我就很难预测了。另一种没法预测的就是完全超出了正常人可以理解的范畴，就比如最近这个大冒险众筹，我觉得4个正常人可能都很难理解一个财大气粗的商业公司打个广告居然还有脸找粉丝要钱。东映不要脸就算了，底极梦的粉丝看起来也是财大气粗啊，半个小时就达成众筹目标了。我感觉当时围观了一下，好像1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就已经1000万了。我说真的，不如万代也学着点吧，想开什么新的产品线，不如直接找底极梦的粉丝众筹算了。不过说真的，离了大冒险，离了这些小谷子，别的东西众筹真的能众筹到这么多钱吗？这也要东映或者万代有脸再开一次众筹的时候才知道了。总之这种超出正常人理解范畴的东西就不在我的预测范围内了。今年会不会有这种惊喜或者说惊吓，大家就拭目以待吧。